中国政局正进入史上最诡异时期，中南海表面上风平浪静，实质上暗流汹涌，内斗激烈。近期有关习近平大权旁落传言四起，之后海外便疯传汪洋、胡春华、丁薛祥三人竞争总书记，这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共党内各派提前放风。有迹象显示，习派似心有不甘，试图对外求援，而团派或称胡派则有两个东山再起的动作。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新的中共高层博弈动作，或许让各位在中共变天之前提前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中共喉舌新华社6月23日报道，中共1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2次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开幕会。这则报道最后提到，参加会议的20名全国政协副主席名单，为首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然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等人。这则看似没什么特别的官方党八股报道，藏着一个敏感的信号。翻查中共政协过去的会议报道，可见主持开幕会的要不是政协主席本人，要不就是排名第一的副主席。1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之前开会，要么是王沪宁自己主持，要么是排第一的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但是这次换成了本来排名在石泰峰后边的胡春华。我们应该都知道，2022年的20大上，胡锦涛被习近平派人架出会场，李克强和汪洋退位，作为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之后贬任政协副主席，这被称为团派被团灭事件。但胡春华作为废太子，其动向一直仍备受关注。今年3月，习近平大学同学陈希帮习选定的中组部部长李干杰被调任相对属于闲职的统战部长，新任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和团派关系密切。石泰峰曾在2001年胡锦涛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被提拔为党校副校长。当年胡锦涛2次回江苏祭祖，时任江苏省长石泰峰都亲自陪同，可见两人私交甚密。而石泰峰和已故前中共总理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同班同学，故此石泰峰调中组部主管人事，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重新掌控政局的需要，并且和团派东山再起有关。需要注意的是，石泰峰掌管中组部，但同时还是全国政协排名第一的副主席，这是一个可以作为眼线掌握更全面党内斗争情报的职位。这次全国政协常委开会，石泰峰完全可以继续以政协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但是很可能他有意推脱，让小胡来吧，就是给胡春华一个机会，其实也是胡锦涛的意图。于是胡春华有了一个变相升职的机会，在政协副主席排名中往前挪了半步，这是团派一个东山再起的信号。团派东山再起，近日还有另一个明显信号。2025陆家嘴论坛6月18日在上海开幕，当天中共证监会官网发布陆家嘴论坛的图文报道，显示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
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以上官员除了陈吉宁是副国级，王江、吴清、龚正均为正部级，只有胡海峰为副部级，且民政部职位历来被认为是属于闲职。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形容该报道为石破天惊，重要的信息就藏在文章的一小段内。他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谁在主掌中南海的大权，而这篇文章已显示出真正掌握实权的应该就是胡锦涛、温家宝和迟浩田等政治老人。姜维平表示，中共开会非常讲究，什么人剪彩，什么人站头牌，报道中什么人的名字放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位都很讲究。陈吉宁剪彩理所当然，因为他是上海市委书记。胡海峰只是个民政部副部长，但是他却参与揭牌了，因为他是胡锦涛的儿子。上海官媒《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同样有揭牌官员合照和名字，不过新华社发的消息没有发表揭牌的人物合照和官员名字。在笔者看来，这个揭牌仪式应该是部门第一把手出席，上海市出动第一、二把手，证监会出动一把手，民政部是按常规经办这个资本市场学会注册的部门，只是挂名作为揭牌仪式的合办方，没有理由要派出一个副部长参加活动。更何况胡海峰在民政部副部长中也只是排名第二，可能是有人想在这个场合特别凸显他一下。中共央媒报道活动的时候，一般会略去部级及以下官员名字，这一次新华社干脆略去相关内容，可能是有所抵触，不清楚是否跟习的心腹蔡奇的干预有关。但证监会和上海媒体把副部级及以上等级的官员名字都列了出来，胡海峰和那些正部级、副国级的人排在一起，有点刺眼。是谁在安排，说明了什么？姜维平认为，如果现在胡锦涛、温家宝说了不算，陈吉宁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揭牌来让胡海峰露头？他表示，这已经露馅了，习近平大权旁落100%，海外媒体的分析是对的，只是习近平不想下台，在硬撑着。老人党和习近平之间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四中全会将会分晓，这个会要拯救经济，要推出最强阵容，要给习近平收拾烂摊子。此前中共党媒5月曾报道习近平有关未来5年规划编制要求，指习强调坚持所谓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而这一口号是胡锦涛的标配用语，自习上台以来基本消失，现在重提，可能也是有人要习这样说的。再加上胡海峰这次离奇的露面，因是胡锦涛让儿子拍马上阵，再次印证中共高层正在发生变故。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轻者副总理丁薛祥6月20日访问俄罗斯，并在圣彼得堡获普京接见。新华社的报道提到一些措辞引起注意，比如丁薛祥称习早前访问俄罗斯并同普京会面，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顶层设计。丁薛祥还称习近平普京的所谓定向掌舵是中俄延续世代友好的最大保证等等。丁薛祥名义上是出席国际经济论坛，其实另有目的。丁薛祥在会见普京时使用世代友好的说法，似是亮明他是接班人。有关丁薛祥接班之说早已有之，他原来是江派，后投靠习，成为习的亲信，但他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在政治局常委中能力最差，并且也是个党棍而已，根本接不了习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最近，一个自称与俄罗斯情报系统有关的社交账号 General SVR 爆料，
说俄方收料指习健康有问题，部分中共高层已决定罢免他，而其亲信集团正强力阻挠，克宫对此极为警惕等等。普京要见丁薛祥，可能是普京想探听中南海权力变动的虚实，而在习近平这一边，是派丁薛祥对外求救，邀请普京8、9月份访华来挺习。丁薛祥对普京说的所谓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顶层设计，延续世代友好，则是他向普京暗示说他有接班人地位，这是一种个人野心表现的话术。早前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与隐身近半月后现身的习近平见面，情节也是奇奇怪怪，包括据说习的女儿习明泽罕见陪客，但泄露此事的白俄媒体后有删文。如此看来，很可能也是卢卡申科来中国探听虚实，习近平则是趁机求援，铺排后路。尽管习近平最近恢复高调露面，但他很可能已由原来外界眼中的毛泽东第二，已沦为后期被邓小平架空的华国锋。表面上对内可以讲话，对外可以访问和接待外宾。至于普京和卢卡申科会不会能不能帮习保住权位，就是另一回事了。除了中共党内斗争激烈，最近民间也有一个足以震动中南海的信息。6月9日，有500多名陕西省访民发布致胡锦涛、汪洋的集体联名信，消息来自维权网。陕西是习近平的老家所在，这些访民指控习近平上台后依法治国、打老虎、拍苍蝇是画大饼，陕西省的冤案却以滚雪球的方式暴增。陕西省是习的家乡，诡异的是，因此陕西变成了依法治国的法外之地，冤案堆积如山，遍地都是，却无人敢管，无人过问。信中说，听说中央领导最近打算纠正某些人的极左路线，计划倡导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陕西省老百姓举双手赞成。我们恳求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汪洋同志可以把陕西省作为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的试点，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信中还提出彻底铲除维稳产业链，废除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保障言论自由等10条建议。胡锦涛和汪洋是否真有能力帮到这些民众，我们还不清楚。按照习的作风，如果习仍然大权在握，他们肯定会受到严重迫害，但如果他们平安，就说明习本人情况不太妙。胡锦涛老迈加上健康不佳，只能幕后发话，而汪洋现在被传可能复出。汪洋早年曾有改革派的名声，也曾有过与中共本质相逆的大胆言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应该相对于胡春华和丁薛祥更有民意基础。但汪洋之前在中共体制的挟持之下，最终也无所作为，在当了一届配合做统战任务的全国政协主席后黯然退休，所以也不要有什么期待。自去年以来，中共高层内斗已公开化，有权威消息说，习近平表面仍在台上，实则大势已去。温家宝、张又侠等已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独立时评人蔡胜坤5月6日曾在自媒体爆料称，秋天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将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有病，中共元老们已经忍无可忍，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同时，海外盛传5月曾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涉及元老废习。网络还疯传各种高层讲话，还有习下汪上总体预案等等，但无法举证。事实上，由于习近平倒行逆施，无论内政外交都一塌糊涂，
特别是他的一批亲信或带病提拔，近2年又纷纷落马，造成恶劣影响。如果真正按照中共的帮规，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当习出现权力危机，有心人会借机追究他的责任。作为专制政体，中共政权内部权斗历来残酷。今年秋天的4中全会很可能变成了对习近平的追责大会，但习可能动用残余的亲信军团武力死保自己，结果就是中南海发生暴力冲突，最后习惨烈垮台。如此也应了古代预言师推背图中所说的勇士后门入地宫。中共的体制如果在习近平下台之际解体，政权平稳过渡到民主化，也就没有所谓习接班人之说了。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